荒野大镖客里有个很著名的沼泽小屋彩蛋，能在镜子里看到有一个 NPC 站在门边，而镜子外的世界里并不能看到他。其实这种利用镜子内外不一致做出的演出效果，甚至作为玩法的一部分，在2D 和3D 游戏中都不少见。今天我们就利用这个设定来做个简单的小游戏。按照惯例从零开始，先是人物模型。板爸我是个不看外表注重内在的人啊，所以我们就随便捏一个低模就行了啊。很有特点，没看到过吧？然后我们再熬一些简单的骨骼动画就完成了。接着是玩法，开篇我们已经说了，要利用镜子内外不一致的作为主要玩法。就拿荒野大镖客的这个彩蛋举例，镜子中出现了镜子外看不到的东西，但基本上玩家是无法跟它有很多互动的。那我们就让这些不存在的东西可以互动。我做成了简单的平台跳跃游戏，只不过这些平台是不可见的，需要通过镜子才可以看到它们。那镜子不能是固定的所以我们就做成需要玩家来摆放镜子位置怎么样？这个动作很帅吧？如有雷同，纯属故意。不过直接这样意念生物有点突兀我们做个简单的 shader， 把镜子和玩家的手连起来，这样就美观多了如有雷同。我们再做几个简单的几何图形平台，通过不断发射镜子到不同角度，在镜子里确定下一个平台的位置，然后跳上平台让它显形，接着再继续发射镜子来找下一个平台。好了，主要玩法就做完了。其实我想了很多其他玩法比如通过镜子反射光照，有光照的地方才能看出层次，还有让镜子内外具有不同属性的场景道具互换等等。但这次板爸要换个思路就拓展平台显形这一个玩法，但是要加入我最喜欢的肉鸽要素一个就是这些平台的形状位置都是随机生成的，当然我有一些算法在里面，绝对让大家可以跳得上去的。然后就是登上一定平台数量之后会出现一个升级项，首先是人物属性。平台跳跃游戏其实背后有很多可以调节的参数比如移动速度、跳跃高度、在空中时位置的可控性等等，这些我都做成了升级项。同时秉持板爸一贯的硬核风格我给跳跃设置了延迟，人物不是一按跳跃就起跳的，还有人物刹车也不是瞬间的，停止移动后还会惯性移动一段距离才会停下，同时这样会使得转向也不是瞬间的。这些设定给了平平无奇的平台跳跃很高的挑战性当然大家可以通过升级项来消除它们。还有不少游戏里抓住平台边缘的设定，在跳跃高度不够的时候，默认是不能抓住边缘的，升级以后可以实现比如 Only Up 这样的上爬操作。一样动画自己熬了一个，我们就做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大部分游戏里主角抓住边缘直接一撑甚至一拉就上去了，核心力量很强大我就做一个核心比较差的弱鸡爬上平台的动作先一只脚放上来，然后翻个身然后再直接一个打挺瞬间站起来。整个地面我也设了一个边界，调出边界我会给大家一个返回擂台的机会。众所周知眼看要被打出场外淘汰的时候要防止掉出场外只有接下来做镜子为了获得更大的视野，我们可以升级它的尺寸，而镜子又作为有碰撞体积的道具，可以通过放置到需要的位置来作为桥梁，去往别的平台。那尺寸当然是越大越好啦，但是大尺寸已经带来了大视野的优势，为了抵消这部分优势我给释放镜子的操作添加了后坐力，镜子越大后坐越大，但同时后坐力又可以成为帮助玩家向上跳跃和空中移动的手段。同时镜子可以升级弹性，让镜子变成蹦床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对这些升级项有点困惑看似无用的升级项，其实它们之间是有很强的关联性的。比如镜子的弹性，看上去是升级的弹性越大越好，但其实我限制了视角，让它不能水平放置。如果弹性太大，可能会使你飞过头，而到达不了预想的地方。这时候就需要配合升级空中可控性。如果你在空中可控性很大，那你就可以在空中大幅调整位置，不怕弹力过大带来的偏移。所以升级项不一定是正向的，要看你怎么搭配。然后游戏的目的就是看谁能解锁更高位置的平台，同时我会放一些可以直接升级一次的金币，当然拿到它们是有风险的。正向的博就是应该博一个机会，不应该是博一个结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游戏的全部内容因为板爸一直坚持所有素材自己做所以可能看上去比较简陋。说完地址我会放在简介里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个游戏视频再见啦，拜拜。